这边先看指数的定义啊。假设 P 呢，它是一个正整数，但是它不等于1。那如果 P 是质数的话，它有一个等价条件啊，也就是如果只要是正整数能够整除 P 的情况之下，那这个时候 D 只有2种可能，是等于1，或者就等于 P。啊，这是有关质数的一个定义。那我们事实上也知道，质数呢，事实上呢，它有无限多个，有无限多个。接下来我们要谈论，一个找质数的一个方法。我们先介绍一个古希腊的人物，这就是一个古希腊人，他叫做 Eratosthenes。那他是在公元前276年到公元前194年的一个人物。他是出生在当时的古希腊名城希拉尼，那现今是在现在的利比亚。那他逝世于那个亚历山大大港。那他主要的一些学术上的一个贡献呢，第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就是设计出我们地球的经纬度系统，并且呢，利用三角的一个计算原理呢，计算出地球的直径。那当然，另外一个很大的贡献就是设计出一个简易的演算法这个演算法就以它的名字为命名，可以呢找出在一定范围内所有的质数。好，那我们接下来来看它的。那首先呢，我们找一定范围的一个质数。那我们先看到假设我们先列一张表。那因为刚好这张表就是从2到210的整数。那原则上呢，我们的一个做法很简单我们就看在我们的表开头当然是2嘛，2呢是最小的质数，但是所有2的倍数呢，我们通通呢可以把它筛掉。所以就把所有的2的倍数通通都划掉。那接下来这个表的第二个数字就是3。3呢当然也是质数，但是3的倍数都不是质数，所以我们可以将3的倍数全部将它筛掉。好，所以3的倍数都筛掉了。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下一个数字是5，5当然也是质数，所以5的倍数也通通可以将它筛掉。好，再来就是7的倍数一样可以筛掉。那么再来下一个质数是11，也就是我们的表列的这个数字。那11的倍数也刚好也都可以筛掉。然后呢，再来是13的倍数统统把它筛掉。那事实上呢，我们做到这边呢，我们知道13的平方是169，那下一个质数是17，但是17的平方它已经是大于210，所以之后呢的质数我们就不需要再用了。所以剩下呢没有被筛掉的就是210以下的质数。